大家好，欢迎回到加拿大101。这个频道已经快停了1年了。捡起来的原因呢，是因为有一个大消息。就在全球瞩目的美国大选结果出来之际加拿大政府呢，突然也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将全面取消自动发放10年多次入境签证的这个政策。这个曾经被华人称为家国神签的10年签证，即将成为历史。消息一出立即在全球引发是轩然大波。据统计这项政策的调整将直接影响超过100万在家的临时居民，同时也让无数计划铺家的申请者是措手不及。特鲁多政府为什么会在此时做出如此重大的政策转向呢？这对于已经拿到10年签证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未来想申请加拿大签证又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给您深度分析这次加拿大史上最严格的签证政策调整，带您了解背后的这种政治博弈和经济考量，以及这场变革对全球移民格局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在开始之前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轰动全球的政策变化。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转折。随着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最新政策的出台，标志着10年多次入境签证时代即将画上句号。这个政策调整不仅仅是一项单独的行政变更，更代表着加拿大对整体移民体系的重新思考。在过去的10年里边加拿大的10年多次入境签证一直是该国开放移民政策的象征。与美国的 B1、B2 10年签证类似这种长期签证为商务人士、探亲访友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与美国签证政策严格的审查标准和较低的过签率相比呢，加拿大的签证政策一直来是相对宽松著称。这种差异呢，也就导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部分持有加拿大10年签证的访客呢，选择了长期滞留，甚至非法工作，给加拿大的社会这个服务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新政策赋予了移民官前所未有的自由裁量权他们可以根据申请人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发放单次或者多次入境签证，以及签证的有效期限。这种改变与澳大利亚的做法呢有异曲同工之妙。澳大利亚一直采取灵活的签证有效期政策，根据申请人的具体情况和访问目的来决定签证期限。这种做法被证明是更有利于移民管控的。特鲁多政府之前的政策呢转向的背后呢是加拿大社会经济面临的严重挑战。持续高企的房价、严重的住房短缺、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这个公共服务资源的紧张，都推动着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它的移民政策。特别是在经历了疫情后的这个经济动荡期，这些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那眼下预计有超过100万临时居民的签证即将到期，他们的去留问题也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政策压力。这个政策调整还伴随着留学生政策的收紧。从2024年11月1号起申请毕业工作签证 PGWP 的要求将显著提高。申请人需要提供有效的语言能力证明，无论是英语还是法语都必须达到规定的水平。这些要求表明加拿大正在努力提升移民质量，确保新来者能够更好地融入到社会里面。从国际视角来看加拿大的这次政策调整呢，与全球发达国家的移民趋势形成共振。美国在特朗普新政府下可能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英国呢也在不断的提高它的技术移民的门槛，新西兰同样也在重新评估它的移民体系。这种全球性的移民收紧的趋势反映了发达国家在人口管理和经济发展之间寻求新平衡的这种共同诉求。对于计划访问或移民加拿大的人来说这些政策变化意味着需要更充分的准备，不再有10年签证的这种安全感。那访客们需要更谨慎的规划自己的行程。那对于留学生来说呢，提前准备语言考试，提升专业技能就变得更为重要。而对于已经在加拿大的临时居民严格的遵守签证规定，避免非法滞留将是维护自身权益的关键。
那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啊，加拿大的此次签证的政策调整啊，折射出这个移民国家在新时期面临的这种深刻挑战。如何在保持开放包容的同时啊，确保移民政策的这种可持续性？如何在吸引国际人才的同时呢，保护本国民众的利益？如何在促进多元化文化的同时呢，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些都是加拿大乃至所有移民国家都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特鲁多政府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来自移民政策本身更有来自选民对他执政能力的质疑。移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他政治前途的关键因素。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移民政策的成效就很可能成为选民评判重要标准。更可以说这次签证政策调整呢，既是对当前的问题的回应，也是对未来发展这种布局。随着这些新政策的逐步实施，加拿大的移民格局必将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可以预见未来的加拿大移民政策会更加强调质量和平衡，更注重社会承载力和经济发展的这种协调。这种转变呢，虽然可能在短期内给一些人带来不便，但从长远上看呢，对于维护加拿大社会的这种可持续发展是具有意义的。好吧，这里是加拿大101，一个关注加拿大移民政策的新频道。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